启禀陛下，边关来报，吐谷浑近来屡屡侵犯我大周边境，杀人夺财，使我边境人心惶惶。臣请陛下恩准臣带军队前去杀敌卫国。小小的吐谷浑竟也敢主动滋事。好，尉迟将军，那便由你带兵前去威慑一番吧。是。若皇帝知道殿下有心学习于他，必定会龙心大悦的。哎，等一等，父皇，此等小事就不必劳烦尉迟将军了。小小吐谷浑，请父皇准许孩儿率兵出征。你以为出征是闹着玩的吗？退一边去。父皇，儿臣知道出征绝非儿戏，故儿臣近来已熟读兵书。古人皆云，不可纸上谈兵。此次出征吐谷浑，正是儿臣带兵历练的好时机啊！望父皇成全。陛下，太子殿下能有此番壮志雄心，为陛下分忧，实乃好事。臣以为，让太子殿下到战场上历练一番，也未尝不可。高司徒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如此鼓动殿下上战场，是何居心啊？国家所需，太子有心出力，你却问我有何居心？我还要问你有何居心呢？好了好了，本宫是自愿出征的，你们二人吵什么？真是莫名其妙。父皇，儿臣真的是护国心切，想为父皇分忧，望父皇成全。你是太子，你的安危确实事关重大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众卿若无他事，退朝吧。哎，退朝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启禀陛下，太子在殿外求见。看来他决心很大呀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父皇若不答应儿臣出征，儿臣便长跪不起。你竟有此般决心，说吧，是谁教你的？没谁啊，是儿臣自愿的。哼，你是朕的儿子，朕会不知道你吗？你若不说实话，朕是不会答应你的。你要跪，便跪着吧。是随国公夫人建议儿臣出征的，但是即使旁人不教，儿臣也愿意为父皇分忧啊，是儿臣自愿的。他此番居心何在啊？难道他连你也想左右了吗？不，父皇，儿臣的性子，父皇您还不知道吗？岂是一介女流能够左右的？独孤伽罗可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。父皇，儿臣自知能力不济，父皇不放心儿臣出征。但儿臣若不出去历练，何时才能如父皇所愿独当一面啊？儿臣知道，父皇您在儿臣这般年纪之时便常常出征，所谓虎父无犬子。哎呀，您便相信儿臣一次吧。此次吐谷浑胆敢进犯，儿臣以太子之身份前去阻击，必定给其极大的威慑，令其不敢再来进犯。哎呀，儿臣有心护国，望父皇成全。哎呀，父皇，你若还是不放心的话，可让朝中大将随儿臣一同出征啊，儿臣也好多加学习嘛。朕也觉得你该好好历练历练了。既然你有心，如今又有一个好的时机，那你便去吧。多谢父皇，儿臣定不辱使命。走吧，宝贵。
今日前来，是想向你讨教攻打吐谷浑之事。吐谷浑的人颇为狡猾，殿下若想主动出击，恐怕会扑个空。啊？为何？因为他们自知人少，敌不过我军，故而通常会采用避攻而逃、隐匿谋诈、扰军士气，此类令人晕头转向的战术。那怎么办？妙计呀，岳丈，妙计呀！不过父亲，我们来问您吐谷浑之事，您似乎一点都不意外。其实我一早便得知了太子殿下主动请缨出征吐谷浑的消息。我也曾出征吐谷浑，看到你们二人一同前来，心中便已猜到，一定是问有关出征之事。知女莫若父。岳丈，你既懂军事，又能治理州郡，如今却在这小小的灵芝馆里边，未免太屈才了吧？待本宫得胜归来，一定向父皇请命，为岳丈调职。多谢殿下抬爱，只不过为皇帝分忧，在哪里任职都一样。如今我在这灵芝馆，每日与各州的官员一同研究商讨治理州郡之法，倒也收获颇丰啊。殿下，顺其自然便可，不必为我劳心，去皇帝那里讨要好处。啊，这……可是父亲……殿下，我再为你画一幅我大周与吐谷浑的边境地图，好让你提前做个准备。啊，好，好。他会平安归来的，你别担心。母亲怎知我在想什么？母亲又怎会不知道呢？以往你父亲每次出征，我也是像你这般表情，这般心情。可是父亲的功夫比太子好，又懂战术，能保护自己。但是太子除了一腔热情，别的好像没有了。正因太子经验不足，所以才要多加历练。说不定此次战场拼杀后，他能够成为真正的男子汉。而且待他得胜归来，在朝中的威望必定大增，皇帝也不会像以往那般轻视于他。你在宫中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敬重。我知母亲是为我好，义父一定会保护好太子的，是吧？皇帝正是因为担心太子，所以才派你义父随行，你便安心等着他回来吧。嗯。母亲笑什么？之前母亲担心你若成亲后还不喜欢他，那日子过得必定是不开心。如今母亲见你如此担心他，知你心中自是有他，所以母亲很高兴。其实太子除了有些不上进以外，倒也是个不错的人，待我也挺好的，我的心便不知不觉地偏向他了。这太子肯为了你们的前程上战场，怎么会是不上进呢？我的丽华呀，只要他待你好，那母亲也就安心了。结实了，哇，这个特别沉。你看这样，旁人都没有，只有我有。哈哈！
丽华，待我凯旋，你再帮我亲手放上去。放心吧，啊。哎，殿下，二位将军，我们来商议一下战术。走。来，这边。殿下，这边一路奔忙，您想必很辛苦，是否先休息一下？哎呀，不用，我们办正事要紧，办正事要紧。殿下说办正事，那我们就先办正事。哎，看看啊，这里，哎呦，这里，吐谷浑步兵众多，且扼守易守难攻之有利地形，我军远来疲惫，他们可以以逸待劳，故而，本帅认为这场仗我们只能智取，不可强攻。吐谷浑的人可颇为狡猾，殿下若想主动出击，恐怕会扑个空。啊？为何？因为他们自知人少，敌不过我军，故而通常会采用避攻而逃、隐匿谋诈、扰军士气此类令人晕头转向的战术。那怎么办？佯败。明日晌午，杨将军，你率8000兵力先跟吐谷浑的军队打上一仗。是。记住，只能败，不能胜。不能胜？为何？配合他们的战术，待他们以为我军真已晕头转向之时，将他们诱入北国境内，再命人假扮吐谷浑的骑兵，偷袭北国边境，引发北国对吐谷浑的愤恨，到时便可借北国之力，与我军前后夹击，彼时便是吐谷浑兵败之时。殿下，妙计。哎，不算什么。哎，杨将军，来，明日虽是让你佯败，二弟，但是这背后的军师当得不错嘛。撤！公元578年3月，周国太子宇文赟率军回击犯境之吐谷浑军队，使妙计借北国之力，以极少的伤亡大败吐谷浑。首次出征的他，一战成名。呀！你慢点吃。云儿真是长大了，不但能主动请缨去打仗，还能打个大胜仗回来。孩儿也是为了日后跟丽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，我才去的。为了日子能过得好一点，这是何意啊？母后，孩儿的意思是，我主动请缨去打仗，得胜归来，父皇他就不会看不起我了。这样，我与丽华今后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心一些。云儿，这建功立业，应当是一个男子汉毕生的志向。你身为太子，更该有顶天立地之志。此次出征，你虽然凯旋，但若只为了儿女私情，那母后便不得不说你眼界太小，切莫像女儿家一样小家子气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所谓治国必先齐家，先稳固了我们的小家，他才能全心的为国之大家而拼搏。你倒是伶牙俐齿，跟你母亲一样。丽华说的就是我想说的，母后。
这治水嘛，儿臣记得东汉有2位精通地理的水官，一位叫王吴，另一位叫王景。他们2人采用堰流之法治理渠道，使黄河之水不再为害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带儿臣想一想啊，还有，这治水如打仗一样，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，但也需依照实际情形，灵活机变。是父皇。但灵活机变的前提，是要好好去了解了解前人的经验。是父皇。儿臣回去之后便去临直馆翻阅典籍，儿臣听说那有不少的治水记载。哦，你跟那儿的人很熟悉啊？岳丈不是在那儿吗？儿臣和丽华偶尔会过去，便与他交流交流。交流交流。交流之后觉得如何呀？儿臣觉得岳丈的确不一般，他不但懂得行军打仗，又懂得治理州郡。至于抗灾治水之事，好像也不在话下。哎，父皇，你说像岳丈这样的人才，只安排在这小小的临直馆，是否太屈才了？此话是谁教你的？杨家人教你这么说的？朕早就知道，他们杨家绝非善善之辈。没人教儿臣呢，父皇。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才最可怕。你看看你，还敢说你不是他们家的人？凭你那简单的脑袋，如何看得出他们的手段？朕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不许插手杨家的事，否则你早晚被人玩弄于股掌。是父皇。哎，父皇，你又滚！宝贵，走。杨戬，这凭什么呀？无缘无故就骂我，无缘无故就骂我。自古以来哪有太子像我这样的？气死我了！殿下，殿下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气大伤身，气大伤身呢。干什么？如今连你也管我了啊！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参见殿下。太伯，殿下，这是谁惹您生气了？没谁。看着殿下不高兴，微臣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。很快便是正月15了，4位夫人准备拜祭月神，为陛下、皇后还有殿下祈福。为此，他们还特意编排了祭祀时用的踏月舞，命臣去看看。不如殿下也随臣去观赏观赏。不去。踏月舞有什么好看的？殿下，这踏月舞可不是无趣的祭祀之舞啊，乃是古时祭司与月神通灵时所用的舞蹈，非处子美人不可舞，舞姿甚是惊艳呐。原本已经失传多年，是微臣无意间在一本古书中找到的步法，难得一观呐。不就是个舞吗？看你说的玄乎其玄的。哎呦，殿下，观舞还是其次，您是不是该去看看4位夫人了？自成亲后，您似乎将4位夫人都给忘了吧？殿下，如今您也身居朝堂了，那4位夫人的父亲多多少少还是能为您做一些事情的。倘若您一直冷落他们，恐怕他们的父亲心中多少会有一些想法的呀。切，谁敢对本宫有想法？殿下，人心是靠笼络的。这4位夫人的父亲，毕竟都是朝中大臣。您如此冷落他们，那是会影响君臣关系的。到时陛下还不是要怪罪于您？行吧，跟你去看看也无妨。殿下请。
哎，下去。哎，你们这舞姿行啊！殿下，听闻殿下近来已经开始处理政事，想必很累吧？妾身为您揉揉，放松放松。哎，小手还挺有力道的啊！往上面。殿下，殿下时常看书，双目必定疲累。妾身为您备了一壶菊花酒。这菊花酒呀，有明目之功效呢。妾身敬您一杯。这酒能明目？哎呀，这酒洒了！殿下，您看，您看，您看呀，都湿了。都湿了呀！本宫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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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！太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殿下心系太子妃，诸位夫人还得多加努力才是啊。太子妃，又是太子妃！哼！怎么突然出宫来了？有事？看来事情还不小。母亲，皇帝与父亲是否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啊？为何突然这么问？昨日太子请求皇帝为父亲调职，却被皇帝痛骂一顿。若不是曾经有过不愉快的事，只是调职罢了，他们又是结拜的兄弟，为何皇帝会如此大动肝火？他还是没放下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有些事情是时候让你知道了，这样你日后在宫中才能够更加小心。母亲，到底是何事啊？启禀陛下，因上次殿下妙计，诱吐御魂军队入北国，北国察觉后，认为自己被利用，故近来多有进犯我大周边境，似故意挑衅。尉迟将军，你此话何意啊？你的意思是本宫做错事了？臣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些年，北国境内各部逐渐四分五裂，内力消耗过大，国力已大不如从前，甚至军队供给都有问题，故他们寻了个由头，侵犯我边境，抢夺我钱粮。这是他们蓄谋已久之事，绝非殿下之过。那尉迟将军，你以为该如何呀？臣以为，应当派军队前去敲打敲打，但未免两国百姓因战事而遭殃。
可先与对方谈，谈不拢再打也不迟。而最合适的人选，便是杨坚，因之前杨坚曾与北国可汗有所往来，而北国也曾派兵相助杨坚所率的伐齐军队，故臣以为，你难道不知道杨坚现于临直馆做事吗？比起战场，临直馆更需要他。父皇，儿臣愿再次率军出征。那个北国的达头可汗啊，是儿臣的舅父，儿臣去找他好好谈谈。如若谈不拢，再打也成啊。再说了，儿臣也有打过胜仗的经验啊。这次又是谁鼓励你出征的？啊？北国不比吐谷浑，你以为是你耍点小聪明便能打败的吗？只不过是打了一场胜仗而已，就敢如此轻敌？你是太子，是一国储君，被人随意怂恿一番，就嚷嚷着要出征啊？有没有半点自己的想法？朕还能指望你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一去小打小闹，很有可能会毁了朕的大计。儿臣愚钝，不知父皇有何大计。你能知道什么？正如尉迟将军所说，如今北国内部四分五裂，国力日衰，是时候该拓展疆土了。故朕决定亲征北国，扬我国威。哎，二弟，出大事了！皇帝要出兵北国，还要亲自挂帅。北国又侵犯我大周边境，可不是嘛？这刚打完吐谷浑，现在又要打北国。我们都说了，可以先采取柔和手段来平息两国一触即发的战争。哎，但皇帝坚持要征伐呀，我们是想不出什么招来劝他了。你可有办法？恐怕难了。为何？皇后刚才召我进宫，也正是为了此事。她已百般请求皇帝不要再大动武力，可皇帝根本听不进去。皇后问我有什么办法，我一时也想不到。这个皇帝真是太固执了。要不我去劝劝他，或许有用。哎，不可，二弟，我们是来找你商议的，不是让你去以身犯险的。哎，什么以身犯险？大哥你言重了，我是去劝谏。你们放心，没事的。大郎，我觉得不妥。皇帝现在不想见你，你还是不去的好。伽罗，你怎么也跟大哥一样？你们放心吧，劝不住我也会没事的。如果劝得住，岂不是皆大欢喜的事情？好了，在家里等我吧。啊，哎，二弟，二弟。为何偏偏只有他来劝呢？隋国公，陛下若想见你，早传你了。你看你等了那么久，陛下都未松口，你还是回去吧。见不到陛下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隋国公，你又何必如此固执呢？待会儿惹得陛下不高兴，你可担待不起。你也莫让我们为难了，还是回去吧。你一直这样跪着，陛下不想见你，你也见不到。隋国公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隋国公，还是回去吧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此事事关皇帝的安危和整个国家的前程，你若一再阻拦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陛下，臣知道，陛下不愿意见到臣，但臣还是要说。臣说完，甘愿受罚。北国地处苦寒之地，地广人稀，衔接不宜。我大军入京作战，
供给将会变得十分困难，且马上便要入秋，那里天气变化非常之大，而我大周的将士根本就不适应那样的作战环境，势必严重影响士气。即便陛下决定要征讨北国，也不应该选在此时，这样对我军甚是不利。隋国公，你看，你说了那么多，陛下还是不理你，所以你还是回去吧。陛下，安德，你觉得隋国公说的有理吗？奴才觉得不无道理。王后，你觉得呢？好像有点道理。隋国公，你看，这安德和王贺都明白的道理，朕会不明白吗？你说的这些，朕已经考虑过了，朕自有应对之策，你就无需担心了。可是，好了，朕该如何打仗，该何时打，无需你教。当初伐齐，你们便多有反对，如今你们又反对征伐北国。只不过是鼠目寸光罢了。朕是皇帝，朕心中自有想要成就的霸业，岂是你们能懂的？你回去吧。隋国公，回去吧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陛下，这风刮得蹊跷，不如我们一阵风而已。传朕令，继续前行。臣遵旨，继续前行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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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到底如何？皇帝要不要紧？回禀皇后，陛下早年留存在体内之毒尚未排尽，长期日夜操劳，近来本就体弱气虚，加上情绪急躁不稳，怒火攻心。大军出发之时，刮起蔽日风沙，寒气侵入陛下龙体。你就说皇帝到底会不会有事？皇后，臣等已无力回天。皇帝绝不能有什么事。如若皇帝有什么事的话，你们都别想活了。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醒过来好不好？哎呦！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伽罗。伽罗？难道这个时候你还在说伽罗？伽罗？那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
伽罗，伽罗，安德，在。屈清，独孤，伽罗。是皇后。我帮你把他请来了，那你醒过来好不好？醒过来好不好？传皇后口谕，急召随国公夫人独孤伽罗进宫。臣妇领旨。云儿啊，父皇，朕怀疑啊，宇文护留有一批数目巨大的藏金，可这些年却一直找寻不到。你要继续查下去。朕走后，你要谨慎行事，不要轻易相信杨戬，要好好守住大周的江山。儿臣知道了，父皇。儿臣知道了。启禀皇后，随国公夫人到了。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。他一直等着你呢，你跟他说说话。陛下，伽罗来看你了。伽罗，临走前能见你最后一面，臣很高兴。陛下，朕这一生坎坷曲折，高岸低谷都经历过了。虽然还有一统天下的理想未能实现，于今这境况也足够了。朕这一生最后悔的是，陛下，伽罗，未能与你成亲，相伴终老，是我这一生，这一世最遗憾的事。原本该是我陪你血液煮酒，该是我陪你青丝渐白，本该是我护你一世周全的。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终究是于事无补了。陛下别说了，您好好歇息。这些年斗来斗去，不就是为了让你多在意我一些吗？哪怕是恨也好，你好歹也是忘不了我的。我在你这里，永远都是输家。余生还长，我不能在远处守望着你了。你要多保重啊！你的阿勇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伽罗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勇，
答应。父皇。风雪，问大雨滂沱的昨天，思念蜿蜒，幻化成劫，时光悄悄走笔飞燕。要不是寂静寂寞的荒原，掌心延伸一片蓝天。手怎么会紧紧相牵，握成永远。在凡尘俗世与你碰一